萧炎此时的状态无比的异常，他的眉心处火焰印记愈发显著，就像万物的频率都要与他进行同步，仿佛在这一刻，他的身体与整个世界融为了一体，获得了一种全新觉醒的力量。他身上的光芒如同天边的晚霞，开始消散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普通无奇的身躯，身上原本强大的气息也随之消失，只留下那道火印印记在眉心间散发出神圣的光辉，威严而庄重。诛心，炼化你只是我的一念之间。萧炎轻轻谈吐，散发出无人能够撼动的压迫感，万物都开始无声，因为见到这股力量的出现，万物一切都得臣服。这股力量，这不可能，怎么会？诛心本源也在这第一时间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威胁，就算是他释放出全部的诛心本源力量，也无法抗衡。望着已经惊慌失措的诛心本源，萧炎冷冷一笑，旋即他一挥手，便是形成了一股可以摧毁一切的红色火焰冲击。通红色的火焰划破空间，犹如海啸般的涌起，空间发出异响，发出一声轻微的爆裂，深红色火焰的威压顿时笼罩了整个焚绝空间，令周围的任何事物都感到了一股无比神圣又强大的压迫气息。感受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诛心直接收敛本源力量，心中都不禁升起一种惊惧之感，想要以最快的速度逃离此处，但是在红色火焰冲击之下，诛心本源确实无路可逃，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不要！诛心本源深知自己已经逃不了，本能的发出呼救之声。可是在这焚绝空间中，任何万物都无法逃离，无论你如何呼救，都是于事无补。很快，诛心本源被红色火焰彻底的吞噬其中，那里面的空间结构开始崩塌，仿佛早已经坚持不住，被红色火焰摧毁。一片片的空间碎片开始在空中散落，被红色火焰燃烧殆尽。诛心本源也被红色火焰焚烧，伴随着剧烈的震动，震得诛心本源即将要爆炸了一般。整个焚绝空间也是受到这股强大的力量开始无尽的颤抖，同时也要将诛心本源的力量给分化。萧炎的目光如同冰冷的利剑，凝视着前方，那是一种高傲的威严，是霸气的自信。诛心本源，看你还如何抵抗！随着萧炎的一声怒吼，空气中的波动变得更加剧烈，整个焚绝空间开始旋转起来，空间撕裂，斗转星移之间，萧炎的身影如同天地那般雄伟浩大。这股全新的力量爆发出来后，竟是如此轻易的就将诛心本源给彻底的分化出来，最后直接将这些分化后的诛心本源冲向了萧炎后方的那道无色天位星辰海之中。诛心本源再怎么不甘，在这股力量面前都是无法抗衡。而萧炎也在诛心本源被天位星辰海吞噬吸收后，他此刻的气息也开始逐渐的攀升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年内突破6重天位神应该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距离万界圣子争霸赛的时间还有4年多，所以4年多的时间在焚绝空间中相当于40多年的时间速度了。当然，萧炎的目的可不是6重天位神，而是要冲击高阶天位神，甚至是巅峰天位神。只不过巅峰天位神是否能够突破，就要看诛心本源和彩色天元池的能量是否可以让萧炎突破那个层次领域了。随着萧炎进入吸收炼化的阶段后，他额头上的火焰印记也开始消失不见不过。刚刚那一幕尽收焚老的金色瞳孔中，他的神色也在此刻有所变化起来。这小家伙刚刚眉心处的火焰印记是有点意思。焚老喃喃一声，仿佛在他的那双金色眼睛中，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小家伙，看好你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大道机缘路必须夺得，这样你的神之路才会愈发的强大，走在更高的层次之上。对于萧炎的天赋和努力，焚老也是一步一步的看在眼里，因为当初被焚绝选中的人可不会很差，甚至萧炎是焚绝唯一的选择。在火焰印记的帮助下，诛心本源没有任何的反抗，仿佛直接将其意识打碎，那股力量简直可怕到离谱。诛心本源缓缓的平静下来，他的火焰也不再那么毁灭恐怖，而是变得非常的柔和，仿佛被萧炎的坚定意志所感召，选择与其并肩而行。而萧炎则在这场吞噬炼化诛心本源中变得更加强大，他的神识也开始逐渐的清晰起来，似乎已经随着诛心本源以及彩色天元池能量的吸收恢复了过来，体内的神元之气也是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在5重天位神巅峰止步许久。或许这一次萧炎也会有着一个很大的突破提升。萧炎、林动、沐尘3兄弟皆是进入到了修炼的领域中，他们都在准备提升自己强大的实力，都在为万界圣子争夺战中夺魁。当然不仅是他们3人，就连诸神、万界的那些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所有超神势力都纷纷修炼着，甚至一些神奇强者直接进入势力中的境地。虽然很是危险，但是获得的成就也就会越高。万界圣子争夺战乃是汇聚了万界中的无数神交以及隐姓埋名的神奇强者，在他们之中年纪不一，因为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不约束年龄，只要首次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之人都可以参与，所以就算是年长很多的中年人或者是老人都会出现。当然，万界圣子争夺战唯一限制的就是势力，半道神之下都可以参加，如果超越半道神就无法进入海选万界圣子之地。与此同时，
在神器联盟天都之地的最深处，这里有着一处令人胆寒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之崖。它深不见底，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般。深渊之崖上，凸凹不平的岩石被岁月的侵蚀，刻画出无数道深刻的痕迹。它们见证了这片境地的沉默与孤寂。阳光在这里都是戛然而止，仿佛连光线也不愿涉足这片被骗区域。但在深似渊之崖周，充满着诡异之气，以及又弥漫出神圣之气。这骇然惊悚的场面根本没有人见过，然而却是出现在了神器联盟的天都深处，并且在这里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于此，因为只要一来到这里，接触到其中的诡异之光和神圣之光，就会被湮灭，没有任何的生存机会。深渊之崖之中，诡异之风怒号，卷起尘土和一些碎石，呼啸声中夹杂着无形的玄妙道法之力，并且散发出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与恐惧。深渊之中，罡风如刀，刮得连悬崖峭壁都出现了裂痕，这可不是天外神能够做到的。而且被这罡风席卷之地，都是出现不同的声音以及裂缝。然后很快，罡风过去，深渊底部又传出了另一种无形的道法之力，威力可怕的无法想象，直接将这片空间都给彻底的掌控凝固，甚至可以随意引动空间，幻化万物。任何东西如果被这股玄妙的空间捆住，就会分分钟被抹杀殆尽，没有任何的生还可能。当然，除了这两种道法之力，还有一股隐晦的道法，但此时这股道法并没有散发出来，而是被刻意的隐藏起来。一旦爆发出来，那将会是打破一切的原则。就在这片诡异又神圣的深渊之崖深处，忽然间，一道神光如同脱缰的野马，从深渊的最深处爆射而出，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搅动起四周的空气，形成一股强大的波动。那神光在空中绽放，幻化出无数道的耀眼光芒，犹如繁星洒落，其威力之强，仿佛能撕裂天地，让人心生畏惧。这一刻，整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之崖似乎感受到了某种的召唤，发生了剧烈的震动。不管是什么，都无法抗衡从深处即将爆发而出的恐怖力量，因为那恐怖力量中已经不是玄妙的道法之力，而是有着隐隐约约的规则在浮动，更是能够引得这片天地的规则。任何万物能量都只能成为规则中的尘埃。深渊之崖的外围，这里已然出现了9道身影，他们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每一位身影之上都是爆发出惊人可怕的道法气息。他们正是神器联盟的9大副盟主。就在这些9大副盟主的目光都聚焦于那道神光之时，那道神光划破天际，一位散发出神圣金光的身影出现在了9大副盟主那震撼的眼眸中。一道模糊到清晰的身影浮现而出，他一袭金龙袍，头戴帝皇冠，整个身影都被神圣的气息所包围。这种气息虽不张扬，却比任何在场的人物都要强大的多。他的一出现，深渊之崖中的规则似乎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宛若天地间的规则造化者。所有万物神灵见了都感到一股莫名的敬畏和敬重，俯首顿首，无法抗拒这股神圣的规则力量。空气中的能量开始有序的流动，四周的景色也似乎变得更加清晰，仿佛天地间的无形规则能够调动所有的一切，让9大副盟主感到一股无形的绝对压迫感。那道身影的目光扫过在9大副盟主的身躯，冷冽的眼神透露出一种无情的统治力量，仿佛能洞穿一切的虚伪。那等恐怖的气势，他的出现让平日里风光无比的9大副盟主黯然失色，而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道宏伟的身躯上。在场的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忽视这样的一个大存在。在这道大存在的身影面前，9大副盟主都感到了一股来自心底的敬畏与恭敬，仿佛只要他一开口，整个天都世界的规则都将会彻底的被改变。他乃是神器联盟中拥有最高权力与绝对实力的荣耀象征，也正是闭关万年之久的神器联盟盟主金地天。金地天淡淡的扫了一眼9大副盟主，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脚踏深渊之崖的上空，再次感受了一下自己出关后的大蜕变。他仅仅站在这片虚空之上，竟是将这里的整片天地规则都轻易的引动，天地万物都开始受到一种无形的规则之力，竟是发生了令人震惊一幕。原本还是深不见底的深渊之崖，此刻竟是彻底的变化成拥有无比神圣的光辉世界。原本世界的规则也彻底的被抹灭，而就规则中的一切能量万物都被新规则所取而代之。这便是造化，可轻易覆灭一切，也可重生一切。9大副盟主也早已经被刚刚那一股规则力量所彻底的折服，如果不是盟主大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恐怕刚刚他们就与那旧规则一同被抹灭。仅仅一瞬间，原本的规则就被引动，竟是创造出了如此震撼的一幕，也让9大副盟主见识到了能够轻易撼动规则的力量是多么的恐怖至极。这难道就是突破了大道极限之后，登临到那造化的神之领域，引动规则，新旧交替，覆灭重生恭迎盟主大人顺利出关，领悟造化之法，登临造化。9大副盟主皆是异口同声的拱手跪拜而下，旋即无比的恭敬道：因为眼前出现的人乃是神器联盟的最高权力者，能够与之比肩盟主大人的，在整个诸神万界中，恐怕如今已经无人可以撼动盟主登临造化，便是让神器联盟更上一层楼，将曾经与之比肩的神元宫和丹神塔都轻易的踩在自己的脚下，让神器联盟真正统治万界的时代即将来到。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便是神奇联盟对万界中任何一道势力的最后忠告。片刻之后，盟主才缓缓地发出一道威严凛然的声音，弥漫天地之间。之前本座派出3道之一的道神吩咐你们的事情，是否都已经完成了？感受到此刻盟主大人所释放出来的恐怖气息，9大副盟主立马神色一变，更是安静的不敢说话，因为他们把盟主吩咐的任务已经搞砸了，免不了被盟主大人一顿责罚。9位副盟主没有一位敢出声回答。盟主见到一声不吭的9大副盟主，就已经知晓了所有事情。你们身为神奇联盟的高层人物，个个都是半道神的实力，都无法从5大神歌之主的手中拿到虚空涅槃珠吗？